别说是五胡十六国，就是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像姚苌这种又无能又无耻又卑鄙的小人，也算得上是世俗罕见，可以进博物馆那种罕见。公元385年，大秦天王苻坚被姚苌杀害，太子苻弘无力守卫长安，选择了逃亡。但人已没，秦还在。苻坚的儿子长乐公苻丕，此时正在奉父亲之命镇守邺城。而正是这个当初不太受苻坚待见的庶长子，承担起了前秦政权生命的后半段。时间拨回到淝水之败之后，自此时起，苻丕的使命就只有一个：死磕慕容垂。公元384年年初，慕容垂开始攻打邺城，未能攻克。3月，慕容垂再派前将军慕容温攻打信都，又不能攻克。4月，慕容垂派儿子辅军大将军慕容林率军助战，继续攻打邺城，依旧未克。气急败坏又形势逼人的慕容垂决定决漳水，灌邺城。可是还没等到慕容垂放水，邺城里的苻丕却率先下手了。他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竟然掌握了慕容垂的踪迹，并派出特战小队在慕容垂打猎的时候，给他来了一手致命袭击。是时乱箭如雨，慕容垂几乎身陷绝境，幸亏慕容龙拼死力战，才捡回一条命。随后，苻丕和慕容垂又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的上演了一系列的对手戏码，包括但不限于苻丕与慕容垂麾下的丁零人翟斌暗中联合，双方准备在慕容垂的内部捅上一刀。但慕容垂提前收到了风声，二话没说杀了翟斌。但是杀了翟斌不是万事大吉，丁零部新一代首领翟真又连夜率部转移，去威胁慕容垂在幽州的统治。而此时，王猛的儿子幽州刺史王勇，苻坚当初册封的镇卫将军、匈奴首领刘库仁，也开始加入讨伐慕容垂的阵营。紧接着，苻丕又深感自己势力弱小，于是狠心联络东晋，向东晋承诺，只要东晋能帮自己打跑慕容垂，使自己能返回关中救援父亲苻坚，那么邺城完全可以转交给东晋方面。面对这场前秦、后燕、丁零、匈奴编织的乱局，东晋前线总指挥谢玄决定乱上添乱。他答应苻丕派遣刘牢之等人率军2万北上救援邺城，又送上2000斛米给苻丕救急。这下整个华北真是乱成了一锅粥了。而名震天下的北府兵刘牢之和老牌胡人铁骑鲜卑部慕容垂也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碰撞了。一开始，东晋朝廷就意识到了前秦的崩溃是一次极佳的北伐契机，因此早在苻丕抛出结盟意向之前，谢玄就已经派遣刘牢之北上攻城略地。此次刘牢之进军与当初桓温最后一次北伐的路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选择先突破齐鲁，然后再转向去华北平原腹地。刘牢之北上之后，首先率兵进攻兖州，只用了1个月，晋军就顺利拿下了兖州治所鄄城。紧接着，北府兵继续向北，又用了1个月到达青州，将整个齐鲁收归囊下。山东略定，刘牢之掉头向下，沿着黄河河道攻占了河南重镇黎阳。其实到达黎阳，东晋已经非常深入地介入到了前秦和后燕的战争当中。毕竟黎阳距离北方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城池邺城也不远了。此时邺城之下是慕容垂纠集的所谓的20万大军，以及邺城城内又臭又硬、宁死不退半步的苻丕。对刘牢之来说，双方这种焦灼的态势显然不是加入乱局的好时机。也就在刘牢之观望的时候，苻丕请求联合的信到了。一开始为了救援苻丕，刘牢之与慕容垂在黎阳附近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但由于双方都很克制，战斗以刘牢之的撤退而告终。如果我们单看记载的话，这场战争似乎是刘牢之败了，但事实慕容垂一方也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胜利。战后，慕容垂继续返回邺城，包围苻丕。应该说，这次两军的对战是某种意义上的接触战，双方并不想在此时就大打出手。不过，随着态势的发展，有的人就耐心不足了。4月，刘牢之率军主动逼近邺城，伺机与慕容垂开战。如果说上一次两军是遭遇战，那么这一次双方就是硬碰硬的较量了。史料记载，此战当中北府军更胜一筹，一场大战下来，慕容垂逆战而败，而且不仅败了，还顺势将好几个月的邺城之围给撤了，并且后燕军队集体开拔，向北方撤退。如果刘牢之此时见好就收，那么他就能够打断慕容垂平生未逢一败的战绩，而且还可以兵不血刃地进入邺城。但凡事就怕心急，刘牢之心里想的就是一鼓作气，直接消灭慕容垂。所以他没有跟邺城的苻丕打招呼，而是下令北府兵独自全军追击慕容垂。而苻丕看到刘牢之击败慕容垂，也喜出望外，竟然也开始整顿兵马，出城追击后燕军。
就这样，慕容垂在前边跑，刘牢之在后面追，前秦伏丕又在刘牢之后边追，三支军队你追我赶，一口气出去200余里。但是大家别忘了，慕容氏的拿手绝活就是佯装溃败，反咬一口。当立功心切的刘牢之在武桥泽争抢燕军抛弃的大批物资的时候，慕容垂突然回头，趁其不备，狠狠地给刘牢之来了一刀。同时，慕容德和慕容龙也左右夹击，彻底击溃了这支突入的晋军。此战，刘牢之被斩首数千人，刘牢之落得个单骑逃跑的结局。要不是碰上伏丕前来支援的军队，如此深入敌境，恐怕他也难以幸免。就在五方势力犬牙交错，打得难解难分之时，一个重大的政治变故震动了所有人。公元385年8月26日，前秦天王苻坚被姚苌缢杀。父亲身亡，苻丕连悲伤的时间都没有，摆在他面前的是前秦政权还要不要生存这个命题。因此，为了接续父亲的基业，苻丕决定放弃邺城，放弃华北，率领所有的部队返回长安。不久之后，为了明定秩序，继承前秦江山，苻丕在幽州刺史王勇、骠骑将军张豪、并州刺史王腾等人的迎接和推举之下，在晋阳为苻坚治丧。随后，苻丕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泰安。至此，前秦在关东6州的全部戏份结束。接下来，苻丕或者说前秦最主要的矛盾是杀父仇人姚苌。苻丕率领人马返回关中地区的时间，恰好是西燕政权剧烈动荡的时间。上一期我们说过，短短4个月，西燕接连废杀了5位皇帝，并且像苻丕决定放弃关东那样，鲜卑人也决定放弃关中，向华北就地转移。也正是趁鲜卑人离开，苻丕还没有回来的这个档口，姚苌不费吹灰之力的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关中。公元386年的5月，自称万年秦王的姚苌在长安继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初，立国号为大秦，将长安改为长安。随后，姚苌追尊老爹姚懿仲为景元皇帝，立正妻佘氏为皇后，儿子姚兴为皇太子，依照顺序设置百官。当了皇帝的姚苌当然是心情愉悦，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只要能实现自己的欲望，什么道德、伦理、理想、正义都可以踩在脚下。有一次，姚苌与群臣喝酒，喝到兴起的时候了，姚苌突然好奇地说：“朕和你们一样，都要向苻坚叩拜。如今我们突然变成了君臣，你们都得向我叩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羞耻的感觉呀？”尚书左仆射赵谦听完这话，想恶心恶心姚苌，于是大声地说道：“上天不以陛下为天子而羞耻，我们又怎么会因做陛下的臣子而羞耻呢？”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听到赵谦话里的刺，但姚苌却丝毫不在意。他仿佛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只是在皇位上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完全没有想象中的任何愧疚和难为情。关于姚苌这个小人，我们暂时不对他做太多的论述，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无耻和卑鄙，而是因为他在无耻和卑鄙之余，既没有开疆拓土的武功，也没有拨乱反正的文治，既不能与同时代的豪杰一较高下，也没能给后世留下一丁点的借鉴和探索。简单来说，姚苌这个小人，他不仅坏，而且无能。所以姚苌的那些糟心的故事我们留到后面再说。现在先让我们有请姚苌的一生之敌，西北地区的第一狠人，羌人烹饪大师，熟食制作专家，苻坚灵魂食用者，前秦最后的战神苻登。公元386年的7月，当慕容垂、姚苌、苻丕、刘牢之等一众人物在乱世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在遥远的西北扶罕，一场政变正秘密进行着。此时，有一个氐族部落正在召开七夕大宴。突然间，一个名叫旦青的氐人酋长拔出佩剑，走到高台上，大声说道：“如今天下大乱，我等诸氐休戚与共，非贤主不可以继大事。魏公已经年老，应该辞官让贤。狄道县令苻登虽然是王室远支，但雄才大略，志向远大，请大家一起拥立他为首领，以成天王之治。谁有不同意见的，现在就请提出来。”说完，旦青捋起袖子，举起宝剑，杀气腾腾地指向众人。看那架势，谁不同意，谁就会被送去见苻坚。于是，大会经过民主投票，决定推举苻登为史持节、都督龙右诸军事、辅军大将军。苻登字文高，是苻坚的族孙。其父苻昶曾经官至间节将军，封颍川王，但后来被前秦著名的暴君苻生所杀。苻坚继位之后，恢复了苻登家族的荣誉，苻登也就由此再次踏入政坛。年轻的时候，苻登甚至做过首都地区的京官、长安令，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等到再次出场的时候，苻登被贬到了西北的扶罕。如今，通过火并成为西北氐人首领的苻登，其目标跟苻丕一样，那就是消灭姚苌，为苻坚报仇。
这样看来，伏丕从关东返回了关中，伏登从陇西向关中进攻，两个伏家人东西对进，那么姚苌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了。但是大家别忘了鲜卑人西燕慕容永一行还没有走远呢。本来伏丕向长安撤退，目的是稳固住前秦在此处的统治，尤其是要依托关中对姚苌的后勤展开讨伐。但好巧不巧，伏丕西归途中的大本营晋阳恰好堵住了西燕慕容冲等人的东归之路。10月，慕容永向伏丕致信，请求让开一条通道，让鲜卑人东返。没想到伏丕对鲜卑人也是分外的恼怒，他一口就回绝了慕容永，并且摆开架势，准备一举消灭西燕政权。我们不得不说，伏丕此时绝对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此时贸然与西燕开战，就是等于本来应该找张三报仇，但半道上遇见了李四。于是呢，伏丕决定先跟李四打一架再说。但秦燕之战的结局是悲痛的，慕容永与伏丕在襄陵展开会战，前秦方面大败而归，左丞相王勇、魏将军巨石子当场战死。大败之后，伏丕手下又蠢蠢欲动，伏丕不得不放弃并州，向南逃奔，试图袭取洛阳作为落脚点。结果他又在途中被东晋扬威将军冯该截获。公元386年10月，伏丕被东晋方面斩杀，这意味着刚刚收拾起来的前秦政权迎来了再一次的垮台。此时举目天下，前秦的旗帜就只剩下一个远在西北的伏登了。伏登的画风跟伏丕完全不一样。伏丕被杀的时候，伏登刚刚攻克了南安，并趁势准备继续进攻被姚苌的弟弟姚硕德控制的秦州。姚苌收到消息之后非常的重视，亲自率军救援，由此开始了他与伏登厮杀一生的第一战，也是自己屡战屡败的第一战。此战伏登不仅大败姚苌军队，斩首2万多人，而且将军旦青还一箭射中了姚苌的胸口，导致姚苌不得不紧急离县，甚至逃至上邽养伤，并且把部众交由其弟姚硕德来带领。然而伏登可不只对姚苌一个人深恶痛绝，可以说对于整个羌人种群他都恨之入骨。也正是因为这种仇恨，五胡16国当中骇人听闻的赤人事件再次爆发了。当时整个关中西北都干旱严重，饥荒闹得厉害，被称之为饿殍遍野，坟墓相望。为了缓解这种饥荒，伏登每次出兵杀敌的时候，总是提出一个叫做吃熟食的概念。他跟将士们说，你们早上出战，傍晚就可以饱食肉食，还怕什么饥饿？史料记载，在国仇家恨的加持之下，士兵们都很信服伏登，跟着他一起吃死人肉。前秦将士因为每餐都能吃得饱，所以很快就能恢复战斗力，再杀向羌人。姚苌听说之后大惊失色，急忙把姚硕德给招来，跟他说，你赶紧回来，你要不来，咱们都得被伏登给吃光了。到了11月，前秦尚书寇仪护送已故皇帝伏丕的儿子伏义、伏昶到达了南安。随后伏登召开大会，宣布伏丕的死讯，并给伏丕定谥号为哀平。按照史料记载，本来伏登打算立伏丕的儿子伏义为新帝，但与会同志纷纷表示反对，说渤海王伏义虽然是先帝的儿子，但是年龄太小，没有经历过磨难，如今3个敌国环伺，应该立年长之君，我们认为非大王不可。就这样，为了肩负起复兴前秦的使命，44岁的伏登当仁不让地接受了大家的推举，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太初，设置百官。既然已经成了前秦的皇帝，那伏登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消灭姚苌，为苻坚报仇。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想出了2个邪门的招数。第一，请神出山。伏登在军中非常隆重地给苻坚设置了个灵位，用了一个密不透风、四周遮蔽的车来承载。车上装的是黄色的大道、蓝色的车盖，车外面是300名全副武装的虎贲士兵守卫。伏登无论想干什么事情，一定要先向苻坚的牌位那儿请示汇报，等到天王同意之后，他才有所行动。第二，组建方圆大阵。伏登让前秦军的将士们全都在头盔和铠甲上刻死休2个字，以示不死不休。每逢战斗的时候，用箭槊组成一个方圆大阵，据说这个阵可以根据战况来随时调整，灵活又机动。再加上前秦将士人人死战，所向无敌的劲头，这个阶段可谓是让姚苌吃尽了苦头。但话又说回来，姚苌是个小人，他才不管忠孝节义那一套。在他看来，你伏登能请神上身，那我也能请神下身。这年的12月，后秦将领姚方成攻破前秦大将徐松的堡垒，并将之生擒。随后，按照古典主义的套路，姚方成开始隶属徐松的罪行，试图把自己打造成正义的一方。
但对于这场战争，谁是正义，谁是不义，公道自在人心。因此，徐松丝毫不顾及生死，逮着姚方成就是一顿反向输出。他说道：“无耻姚长罪该万死。20多年之前，你们羌人投降大秦，那时候伏黄梅就准备杀了他，幸亏主上出面救他一命，而后又对他加以重用，可谓是荣宠一极。但姚长连狗马都侮辱，狗马尚且知道谁是主人，还会报恩，可姚长却只会恩将仇报，害人害己。你们羌人连人都不算，怎么能用做人道理来要求呢？你赶紧杀了我，让我去早日见先帝，我们在地下也要收拾姚长。”郭德纲有一句话叫做“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是冤枉的”。同样的，真正无耻的人要比绝大多数人都清楚自己的下作无耻。姚方成听完之后当场破防，盛怒之下，他将徐松斩成3段，也就是所谓的3斩，先斩脚，再斩腰，最后斩脖子。事后，丧心病狂的姚方成为了泄愤，又把徐松的头颅做成了尿壶，还把徐松麾下的士卒全部活埋，士卒的妻子女儿全部抓起来赏给自己的手下。可以说，乱世之中，人性之恶被无限放大，而百姓的苦难更是深重。徐松的正义凛然，不仅让姚方成破防，也狠狠地震慑了姚长。姚长这个人对鬼神相当的恐惧。徐松死前不是说要向去苻坚告状吗？比苻登还邪门的姚长又开始对死人打主意。他下令把苻坚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然后学当年的伍子胥，用鞭子反复抽打，鞭尸完了，再把苻坚的寿服剥掉精光，然后再用荆棘缠绕起来，重新扔坑里埋了。姚长的这种做法可谓是比弑君还要骇人听闻。有人认为这是姚长精神即将崩溃的征兆，也有人说这是流传于当时的一种风俗，也就是用荆棘缠绕尸体可以镇魂。姚长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怕徐松和苻坚的鬼魂来找他算账。另外一边，前秦皇帝苻登继续给姚长上狠活。整个388年，前秦和后秦从春天打到冬天，双方都各有胜负。到了10月，苻登终于找到了姚长的位置，开始率领万余人围攻姚长大营。此时，苻登又发明了一招魔法攻击。他根据姚长部下相当一部分将士都原属于苻坚的这一情况，趁夜引众围住姚长的营垒。苻登也不进攻，只是下令士兵们放声大哭。姚长的军队打了败仗，士气非常的低落，再加上苻登哭声一片，哭得后秦军队几乎崩溃。就在此时，姚长也想到了办法，他也以魔法来对抗魔法，命令各营将士都集合起来，秦军不哭，咱也不哭；秦军一哭，咱也跟着哭，务必要把秦军的哭声给压下去。于是，热闹又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苻登和姚长一共好几万军士，你哭你的，我哭我的，个个如丧考妣，悲痛不堪，足足哭了一夜。等到天亮之后，哭战终于结束了，双方收拾战场，又各自退去了。可以说，此时此刻，苻登和姚长都多多少少有点表演的成分在。但这种情况到了公元389年的正月，就又不太对劲了。姚长发现自己始终打不赢苻登，心里着急，再加上他本来就迷信，于是他归结出一点，那就是苻登得到了来自苻坚的神助。于是，毫无道德压力的姚长也有样学样，在自己军中立了一座苻坚的神像，并对着苻坚祷告说：“陛下啊，臣当年并不想杀害您，但是我兄长姚襄临死之前嘱咐我要为他报仇，所以这账得记到我哥的头上，并非我的罪过呀。您看，苻登不过是您的远房亲属，还想着要为您报仇，我作为亲弟弟，又怎么敢忘掉大哥的仇呢？况且，陛下您当年任命我为龙骧将军，并对我说了‘朕以龙骧建业，您也要努力’之类的话，这不就是陛下敕命我建功立业、建旗立国吗？陛下您虽然已经化为神灵了，但现在却借苻登的手来图谋臣，这不是有违您自己说过的话吗？现在我也为陛下立像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追究臣的过错，感受臣的诚意，把我放了吧。”说到这儿，小豆必须要补充个知识点。当初苻坚给姚长说“朕以龙骧建业”的意思，既有龙骧将军是苻坚当初的职位，不轻易假手于人，希望姚长能够珍惜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想象当年西晋灭吴的时候，晋武帝委任王浚为龙骧将军，一战灭吴相对应。当年王浚是益州刺史，战前的姚长也是益州刺史。王浚是龙骧将军，苻坚也任命姚长为龙骧将军。苻坚的意思大约是希望姚长能够效法王浚，在决战当中顺将而下，平定三吴。只可惜姚长这厮知识水平不高，又不加强学习一个，根本没听出苻坚的深意，满脑子想的只有造反。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姚长这一系列小丑行为必定不会有什么效果。
但问题是，姚常日败夜败，败了几个月，发现自己依旧在打败仗，而且自从拜苻坚之后，军中又多了几次夜惊，所以他灵机一动地认为，肯定是苻坚的鬼魂作祟。于是他再次转变态度，大张旗鼓、毫无压力地将苻坚的铜像推倒，把头锯下来，派人送给苻登。这下可真是让苻登气得七窍生烟了。也正是这种抽象到家的行为，促使苻登当即命令大军出发，直扑姚常所在地安定。公元389年年初，前秦皇帝苻登将大量的物资装备存放在大界之后，自己率一支1万多人的轻装骑兵攻打安定的密造堡。这次战争和以往一样，苻登依旧取得了对姚常作战的胜利，双方也一如既往的从年初打到了年末。但苻登似乎忘了，军事斗争一定要服务于政治目的。苻登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简单的为苻坚报仇，而是应该复兴前秦。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出发，我们就会发现，苻登已经陷入到了军事冒进主义当中。因此，一向务实，甚至务实到了脸都不要的姚常，敏锐地发现了苻登的缺点。公元389年8月，姚常留尚书令姚民镇守安定，自己亲率骑兵3万夜袭大界。这一次，姚常赌对了。他不但攻陷了前秦的军营，而且斩杀苻登的毛皇后、儿子苻辩、苻尚等人，又生擒名将重臣数十人，掠得老百姓5万余口返回。从纵观的视角上来看，苻登在大界的这次失败，已经注定了前秦走向消亡的命运。但回到眼前，苻登却仍然有继续对峙下去的实力。1个月之后，前秦大将军杨定攻占了后秦的龙城和蓟城，斩杀了守将姚常，生擒了刑奴，又致使后秦守将姚祥放弃略养，逃至了阴密。可以说，苻姚之间的2秦对决已经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公元391年3月，苻登从雍城出发，攻克范氏堡，渡过渭水之后，进攻后秦方面据守的段氏堡。5月，姚常率军迎战，被苻登击败，右将军吴忠也战败阵亡。但我们又不得不说，姚常也是狠人一个，前脚刚刚失败，在后脚又收拢残兵，继续与苻登缠斗。在姚常的再次死战之下，胜利的天平终于倒向了姚常。此战以姚常大破苻登而告终。不久之后，苻登再次进攻安定，姚常再次进据阴密，与苻登对峙。这样的戏码，双方已经反反复复上演了许多年。苻登就像是一块狗皮膏药，缠上姚常就不走了。而姚常拖着60岁的身躯，每天不是四处救火，就是身犯箭矢，也着实受尽了来自苻登的苦头。公元392年，太元17年，苻登突然收到一个消息，姚常病入膏肓，马上就要死了。听闻消息的苻登意识到攻取安定城的时机已然出现了，因此他立即整顿军马，于当年的7月再攻安定城。姚常真的快死了吗？应该说是的。常年的征战早已经掏空了他的身体，再加上自从杀害苻坚之后，姚常的内心深处始终被愧疚、恐慌和后悔所萦绕，以至于他常常在夜里就梦见苻坚，经常整夜被吓得难以入睡。8月，姚常病情稍微的好转，他又强撑着指挥部队从小道袭击了苻登的大营。苻登担心后方有失，情急之下赶忙撤军，而姚常则趁着这个空当，连夜率军迂回，脱离了战斗。天亮之后，当侦察部队向苻登报告说姚常的军营一夜之间全部都空了，不知去向的时候，苻登长叹道：“姚常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都说他快要死了，却忽然与我对阵，我与这个枪贼同处一室，何其不幸！”随后，苻登回师雍城，姚常也顺势返回了安定。但其实这个时候的姚常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公元393年12月，63岁的姚常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姚兴，随后撒手人寰，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如果不是淝水之战，姚常这辈子恐怕连做梦都不会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当皇帝。然而，命运还是驱使他在最后的岁月里构建起一个新的帝国，而这个帝国还将在他的儿子姚兴手里继续壮大。姚常死了，现在是可以对他进行盖棺定论的时候了。客观上来说，姚常背叛苻坚，确实算得上是事出有因。当初苻坚的大将苻睿执意要向鲜卑人发起进攻，姚常怎么劝都劝不动。结果苻睿一战身死，苻坚收到消息之后盛怒已极，也失去了理智，不由分说的当场处死了姚常麾下的2名干部。这次吓得姚常连夜跑路。穆雍垂和姚常的叛变其实都有不得已的苦衷。穆雍垂身背复国压力，而姚常也害怕天王的怒火牵连到自己。但问题是，背叛之后，两人的做法可谓是天壤之别。穆雍垂仍然有英雄本色，对待旧日恩人仍有感恩和惭愧，往往以沉默来应对来自到头的审判。
而姚常却狼子野心，冥顽不灵，说一句无耻之尤，天怒人怨，并不为过。如果说他为什么对苻坚如此的痛恨，其实现代心理学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皈依者狂热。皈依者狂热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新加入某个阵营的人会比那些原就属于该阵营的人更加的忠诚和狂热，并且对自己原有的阵营展开最疯狂的迫害和反攻倒算。比如我们最熟知的抗日战争当中的那句“二鬼子比真鬼子还坏”。所以说，抛弃甚至是彻底践踏忠孝节义的小人姚常，必须用最激烈、最抗拒的手段来攻击救主，把救主在自己的世界里劈倒劈臭，彻底毁灭。只有这样，才能抵消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内疚，才能在自己阵营里混淆良知和道义，继而心惊胆战、勉为其难地继续生存下去。但即便如此，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依旧清醒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万劫不复的小人。好了，视频的最后说一说前秦的命运。姚常一死，苻登立即发兵长安，想趁后秦易代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如果说姚常对苻登是纠缠不清，那么姚兴对苻登突出的就是降维打击。姚兴甚至连登基大典都推迟不办，率先领着人马来迎击苻登。而苻登不仅在战术上被姚兴压制，在选择驻地的时候，竟然也麻痹大意，选择了个没水的地方。前秦军队因为严重缺水而实力大减，主帅苻登又强行下令进兵，结果就是被姚兴一战彻底击垮，死者10之7八，只剩下一点残兵败将跟着苻登一起逃入西北的马毛山当中。不久之后，山穷水尽的苻登又与西秦联姻，接到了1万兵马。自以为有了东山再起的资本的苻登，却没想到姚兴竟然从安定直扑晋阳。在马毛山南的激战当中，姚兴生擒苻登，随后问也不问，一刀斩杀。这一年，苻登52岁，姚兴29岁。至此，前秦最后的一点力量消亡，一个时代也即将结束。